最近，凯凯的奶奶在网络上分享了一段很生活化却让人一下子揪心的视频。视频里没有争吵，也没有煽情的音乐，只有奶奶略显无奈地说了一句：“凯凯最近吃饭不太积极，尤其不爱吃米饭。”就是这样一句看似再普通不过的话，却迅速引发了大量网友的关注和讨论。很多人意识到，这不仅仅是孩子挑食的问题，而是一个正在成长关键期的孩子正在经历的真实变化。为什么凯凯吃饭不积极会引发这么大反应？因为关心凯凯的人太多了。从他出生开始，从父母分离、长期缺席，到一直有奶奶陪伴照顾，凯凯的成长一直是在放大镜下进行的。所以当奶奶说出吃饭不积极这几个字时，很多网友的第一反应不是指责，而是担心他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，担心是不是营养跟不上，也担心奶奶一个人带孩子真的太不容易了。而奶奶的状态其实更让人心疼。从视频里可以看出，奶奶并不是在抱怨，她没有说凯凯不听话，也没有把责任推给孩子，她更像是在向大家求助：孩子这样吃，我该怎么办？对于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来说，带着一个正处在成长关键期又精力旺盛的孩子，本身就已经是很大的挑战。而吃饭问题往往是老人最焦虑却最无力的问题之一。网友为什么纷纷上线支招？评论区里很快就出现了大量善意的建议。有人说可以把米饭做成饭团、炒饭、寿司形状，用小动物造型吸引孩子兴趣。有人提醒尽量少吃油炸食品，不要用零食替代正餐。还有人特别指出，凯凯现在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期，长期不爱主食可能会影响能量摄入。这些声音其实并不是在教奶奶怎么带孩子，而是一种集体式的关心。吃饭问题背后往往不是饭的问题。很多有育儿经验的网友也提到，孩子不爱吃饭有时候并不是不饿，而是情绪波动、环境变化、陪伴方式改变。凯凯的成长环境与普通家庭并不相同，父母长期不在身边，主要陪伴者是奶奶，生活节奏、情绪氛围都会对孩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。吃饭只是他表达状态的一种方式。奶奶的付出其实已经做到了极限。必须说一句公道话，从目前能看到的内容来看，凯凯的奶奶已经在她的能力范围内尽力做到最好了。她认真观察孩子的变化，愿意在网络上求助，也愿意听取不同的建议，这本身就已经是一种非常负责任的态度。网友真正担心的其实是长期问题。评论区里也有一些声音显得更加冷静，他们不是只盯着这一顿饭，而是在担心一个更长期的问题。如果这种状态持续下去，如果陪伴和引导长期不足，会不会对孩子的身体和心理都造成影响？这种担忧并非危言耸听。一个孩子的吃饭问题为什么能引发这么多共鸣？因为很多人从凯凯身上看到了曾经的自己，被老人带大的童年，饮食习惯被忽略的阶段，缺少父母陪伴的成长经历，所以大家才会如此认真的讨论，如此真诚的给建议。这不是指责，而是希望有人一起分担。需要强调的是，大多数网友并不是在责怪奶奶，恰恰相反，大家更希望的是奶奶不要一个人扛，孩子能得到更多科学的引导，家庭能给予更多支持。一顿饭看起来很小，但对一个正在成长的孩子来说，它关乎身体，关乎习惯，也关乎被照顾、被重视的感觉。而对一个年迈的奶奶来说，它是责任，是担心，也是无声的压力。希望在大家的关心和建议中，凯凯能慢慢找回对吃饭的兴趣，也希望照顾他的人不再那么孤单。有时候真正重要的不是吃没吃完，而是有人在意，有人一起想办法。